虽然美国对乌提供主战坦克的调门很高，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最新表态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31辆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运抵乌克兰。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也证实了相关消息。Are using the USAI because that's exactly it. We just don't have these tanks available in excess in our U.S. stocks, which is why it is going to take months to transfer these M1 A2 Abrams to Ukraine. 美国给乌克兰要提供的主战坦克艾布拉姆斯还是个猴版的。什么叫猴版的？比如上面美国的主战坦克上面会有贫铀装甲，贫铀装甲的防护能力是比较强，但美国担心这种贫铀装甲一旦被缴获之后的话，就会失泄密啊。他说我会给你换装其他的复合装甲，这样的话又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美国什么时候能提供呢？很有可能是6个月的时间。英国政府27号则表示，对乌交付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目标时间是3月底，预计下周开始训练乌军操作及维护这款装备。此前，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也表示，德方将于3月底向乌克兰交付豹2坦克。但即使西方援助的坦克及时到位了，乌军想扭转战局并非易事。有美媒分析，由于乌军习惯使用的坦克与西方坦克截然不同，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乌军坦克手需要数月时间的训练才能发挥作用。此外，由于西方提供的坦克和步兵战车型号众多，相关维护保养和后勤供应压力也非常大。而对于即将遭遇多型西方主战坦克，俄军也并非没有应对之策。除使用传统的坦克正面对抗外，俄军还可以使用各种反坦克导弹、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强击机进行反击。此前，土耳其的豹2 A4和沙特 M1A2 坦克在中东的惨痛遭遇，已经证明了西方坦克的防护有戏可乘。特别是在近距离城镇战斗中，坦克薄弱的后部和顶部更容易遭到对手的针对性攻击。俄罗斯航天局前局长罗戈金还透露，2月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投入使用战斗版马克机器人，它能够自动检测并打击乌军的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德制豹2主战坦克和美制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Боевая версия маркера, чем она вооружена? Там разные есть, там есть и ПТРК, противотанковые, значит, реактив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значит, там есть и спаренные, значит, тяжелые пулеметы, то есть там все, что хотит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西方对乌提供坦克不会使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而会将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推向新高度。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西方多国向乌克兰援助坦克，这是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且参与度不断加深的证据。Все, что делает и Альянс, и упомянутая мною столица,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прямая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 в конфликт.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она растет. 知情官员透露，俄罗斯最快会在2月或3月向乌克兰发动新攻势，并可能在今年春季再次动员新兵，以绝对兵力优势打败乌克兰。乌克兰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美欧承诺提供的主战坦克送抵前就进攻。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似乎对西方仅仅援助坦克并不满足。他表示，几十辆坦克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更多。Маємо відкрити постачання також далекобійних ракет для України. Важливо, ми маємо розширювати і нашу співпрацю в артилерії. Ми маємо вийти на постачання літаків для України. І це мрія, і це задача. Важливе завдання для всіх нас. 就乌方诉求，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27号接受采访时说，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他解释说，战机比主战坦克的系统更为复杂，且火力和射程完全不同，必须非常谨慎。德国总理舒尔茨25号在联邦议会下院回答议员提问时说，德国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机或派兵。不过，乌克兰副外长、前驻德大使安德烈·梅尔尼克27号发文暗示，德国迟早将同意援助战斗机及远程导弹。德国也是担心触怒俄罗斯，他认为战机和主战坦克不一样，战机是进攻型的武器装备，又是远程的武器装备。乌克兰口口声声要打击莫斯科、打击圣彼得堡，如果这些战机提供给乌克兰的话，如果真是打击了这些重要的俄罗斯军事目标的话，俄罗斯会迁怒于德国，所以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比较谨慎。美国呢也想提供，但是美国也是慑于俄罗斯的压力，现在也在考虑。而且战机这种东西确确实实对于整个战场
形势将会带来比较大的变化。这些国家呢也都比较谨慎一些。随着西方军援的增加，泽连斯基的口气似乎也越来越强硬。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他对于普京举行和谈不感兴趣。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当俄军撤离时，双方才有可能进行对话。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上台后不履行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义务，而是为战争做准备。他早已不再是俄总统普京的可能谈判对象。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之前我相信普京一定会考虑怎么样能够速战速决，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打地面战，以夺取土地为目的的地面战，这种战争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它和之前美国、英国所发动的推翻某一个国家政府的战争是不一样的。你要想夺取土地，一寸一寸的夺，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呀。所以俄罗斯现在也不得不考虑要持久化，因为这场军事冲突什么时候结束，没有时间表。你像美国官员不断地强调看不到和平的迹象，为什么看不到和平的迹象？因为美国不断地在推波助澜，不断地在添油加醋，所以才会没有和平的迹象。既然如此的话，俄罗斯只能是被动的奉陪到底，只能是这个结果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俄乌消耗战持续进行，综合最近双方动态，您如何看待未来战局走向呢？就国别而言，俄军工综合体已经展开了动员。按照俄官方数据，其1340家国有军工厂超80%已满负荷运转，尤其生产弹药的100多家企业得到优先保障。装备自己方面呢，强于乌克兰。况且，从沃拉尔工业区到乌克兰前线，俄方享有距离优势，后勤也更便捷。乌克兰受俄军打击，显赫一时的军工业基本沦为武器维修性质，最大短板是弹药产能不足，急需北约供应枪炮弹、地雷及相关的火工品。目前，北约援乌的补给线大致靠从罗马尼亚加拉茨到乌克兰敖德萨的铁路以及海运，再一个是波兰热舒夫到乌克兰利沃夫的铁路、公路以及航空，但物流的效率不如俄方。就军需供应的总量看，乌方不如俄方，但乌克兰得益北约的情报支援，通过远程非技术打击破坏俄军后勤，拖住俄军进攻的后腿。就俄乌全局看，他们都想用2月份低温产生的动员现象，让机械化兵团跨越风冻的江河，侧击对方防线。但这取决于双方的后勤保障能力。就俄方而言，最佳的突击方向还是北卢甘斯克至哈尔科夫一线，那儿毗邻俄本土，铁路网密布，又是俄动员兵的主要集结地，因此兵力火力较好集结。同时呢，乌克兰在那儿缺乏坚固工事依托，俄军容易得手。但那里的缺点是地势过于平坦，乌克兰和北约监视严密，战役缺乏突然性。对乌克兰而言，如果北约军援跟得上，再结合自身部署，较理想的突击点恐怕是赫尔松州南部到扎波罗热州西南部，那儿距亚速海很近，又是克里米亚半岛连接大陆的咽喉。乌军只要前进50多公里，就能拿下梅利托波尔，切断俄军沿海铁路线，将克里米亚孤立化，获得近乎去年10月哈尔科夫反击那样的巨大效果。但我更希望深入探讨的是从俄乌冲突从闪电战打成消耗战的现象，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汲取的教训？快1年的激战证明，俄乌在苏联解体30年后完全去工业化，是对国家安全极不负责任的。昔日的产业链瓦解，造成经济衰退与严重失业，更导致国家命受人摆布。当前，乌军大部分的卡车、电缆、折叠桥等军民两用产品靠北约供应，俄军呢也大量靠苏联遗产来硬扛，而这些低级产品本该在国内就能够生产，可现在呢都难以指望。这说明一国工业化是多么宝贵，任何削弱乃至掏空制造业都是对国家安全的极不负责任。